末世第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我终于跋山涉水回到了家，没想到同样也成了丧尸的父母，依旧念念不忘要我结婚生子。为了摆脱无休止的相亲，我随便找了个女人，没想到因为这个她，我却成了国家关注的对象。结婚，赶紧给我结婚！没错，你不结婚，以后谁给你养老？不结！现在都世界末日了，大家都是丧尸了，还结婚？末世怎么了？末世了你不还是单着吗？快过年了，你这样单着，亲戚朋友来家里又该说你了。亲戚朋友，你确定都还活着？就算他们成了丧尸，你确定他们会来我们家串门？我不管，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去相亲。他吼完，一个大笔都打在我的脸上，随后就蹒跚着往门外走去。没多久，门外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，看到我爸妈把一个年轻女丧尸往我家里推。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四肢完整，年纪也和你差不多，听说以前是程序员，赚老多钱。您老人家可真行，末世了还钱不钱的？你们两个聊聊天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没想相亲，你走吧。女丧尸瞪着我，怒气冲冲地吼了几声，转头就跌跌撞撞地往大门走。臭小子，你让人家走干嘛？我和他讲不了话，他就是普通丧尸而已，连沟通能力都没有。没事，我们还有别的备选。说完，他又带着我爸出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带回一个染着白色头发的女丧尸。她和之前那个不一样，是自己走进来的，这意味着她也是进化后的丧尸，有交流和思考的能力。这个怎么样？她煞白的面容满是血污，特别的嘴上一圈厚厚的血垢，视线又往下走了一走，只见她的肚子上一个黑乎乎的伤口，上面还有白白的东西在蠕动。我直接干呕起来。没礼貌，有你这样的吗？我们这是在相亲。臭小子，我是这么教你的，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你自己也不怎么样，就别挑三拣四了。这小姑娘很不错的，我们小区大半人都是她要的。我去，这还能成相亲时的优点吗？这站人类的立场上，这玩意害死多少人啊！你自己不也是丧尸，还好意思说我是玩意？女丧尸怒了，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我慌了，随手拿起了个什么东西，就往女丧尸的脑袋上一打，她就这么倒了下去，脑袋上还插着一把长长的西瓜刀。我妈扒拉开那女丧尸的脑壳，从里面挖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红色晶核，递到了我嘴边。快吃，相亲没成，赚了个这个也不算亏本。我不要，好恶心！恶心什么？这玩意大补着呢，别给我矫情，赶紧吃了。我妈抓住了我的手臂，把那晶核直直的往我嘴边怼，上面的红白残留物沾到了我的脸，我忍不住大吐特吐起来。我妈骂骂咧咧的吼了我一通，就把那晶核递给了我爸，他迫不及待的吃了下来，随即笔直倒地。这玩意有毒！末世第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成了丧尸的父母依旧念念不忘要我结婚生子，接连抓来好几个女丧尸给我相亲。有毒个屁！你爸这是晶核不耐受症，消化了就行。丧尸还能对晶核不耐受？我这回家的一路上，可是看到不少高阶丧尸挖低阶丧尸的脑瓜子吃晶核的，可他们吃了晶核都好好的，也没见直接晕倒的呀。你都是丧尸了，别他妈挑三拣四行不行？老娘给你找个好的，我容易吗？不用你找，我自己去找。你找什么找？你要有这个本事，你给我找个看看。找就找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行，你自己去找，我看你能找个什么玩意回来。我们家小区地处市中心，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，走上5、6分钟就能到达城市 CBD 人民公园。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，经过那边看到有不少的丧尸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或许我可以从那边找找合适的。然而想法是好的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我站在空荡荡的城市 CBD 广场中央，环顾四周。谁能告诉我，之前那么多活生生的丧尸们呢？怎么一个丧尸都没有了呢？难道在我路过之后，这里来过了什么异能者小队，又或者是国家的军队，大面积清理了丧尸？突然，尖锐的声波不知从哪里传来，那个丧天良的竟然用超声波召唤丧尸。我捂着耳朵，带着好奇心朝着声源方向走。然后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丧尸正站在一幢大厦下面，整齐的抬眼往上看。只见大厦顶楼有一个黑色的模糊身影，也看不清楚是丧尸还是人类。我看了一会，觉得挺无聊的，正打算走，丧尸们骚动了起来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。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他们疯狂地朝着大厦里涌了进去，硬是把我挤上了大厦的消防楼梯。早知道就不过来凑热闹了，现在想从他们中间退出去，根本没有办法。在出大厦顶楼天台门的瞬间，我看到旁边有一架铁的梯子还是什么的，用力一跳一抓，成功的爬了上去，又转头往下看去，之前从下面看到的那个模糊黑影就站在那里，他持续的发出让人无法忍受的声波。丧尸们一股脑的冲向他，再然后一个个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的往下跳。当丧尸大部分都跳下去之后，那个黑影朝着天台的门走来，我终于才看清楚，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只不过她全身的皮肤都是绿色的。好家伙，我还没见过有异能者是这么个色的呢。难道他进化前被人戴了绿帽子，导致全身变绿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去跳楼？你当我傻呀？你会说话？自从变成丧尸以来，我交流的对象一般都是进化后的丧尸们，
好像和人类直接对话，这是第一次。你真的会说话？你再说句给我听听。信不信我吃了你？你真的会说话？快下来，我们好好说话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哪有人类看到丧尸这么高兴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找人说话。你是人类，我是丧尸，你骗我下去，是想杀我吧？我才应该害怕你吃我吧？你要怎么样才能下来啊？你当我老婆，我就下来。我在末世开了一家烧烤店，别人打丧尸饿肚，我天天炫滋滋冒油的五花肉。就在3天前，店里的煤气罐爆炸了。在睁眼，我跟我的烧烤店来到了末世，店里只有源源不断的五花肉和啤酒，别的食材一律都没有。吃了3天烤五花，我已经快吃吐了。就在打算回后厨休息时，门口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女。是客人吗？美女，吃烧烤吗？这可是末世，所有国家都不存在了，人类只剩下原本的1/10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家烧烤店呢？还是一家这么正常的烧烤店？这说不定有危险。但是，可恶，太香了，我舍不得走。这是给我的。当然了，不过你有可以付费的东西吗？少红想了想，从兜里摸出几个绿色的金盒来，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递给我。这个可以吗？是1级丧尸的金盒，现在可以买到2个玉米饼，可能不太够买五花肉。少红的面色涨红起来，想要拔腿就走，可是屁股却怎么也起不来。可以，不够的话你说，我再烤。少红惊讶地看着我，可那五花实在是太香了，她抓起一根烤串就塞进嘴里，一口下去，咸咸的肉汁猛地爆了出来，辣椒、孜然、芝麻混杂的美味激得少红眼眶一酸，几乎掉下眼泪来。我终于知道美食意味着什么，吃了这一口，就是现在立刻死了也无憾了。老板，再给我上100串，我新买的车送你了，这是钥匙。红姐，换新车了呀？你的旧宝马呢？我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没想到比线下店多卖20%呢。这么多？是啊，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挑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。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对了，买车也能上瓜子，现在特斯拉9万9到手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喝点酒啊，别干吃串啊，这都是鲜皮，每天都换。少红停下嘴里的动作，看了一眼一边的啤酒，小麦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混杂在一起，她颤抖着喝了一口，舒坦。20根烤串瞬间就被吃光了。等少红回过神来，盘子里只剩下一把铁签子，啤酒杯也空空如也。吃好了吗？要不要再点点儿？谢谢你，等我有钱了再来吧。这是给你的金盒。美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我拿着手里的金盒，美滋滋地打开冰柜，果然，一打开冰柜，金盒就从我手里消失了。在探手进冰柜的时候，除了五花肉，我还可以拿鱿鱼了。果然解锁了新的烤串食材，天天吃五花，我是真特喵吃够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店里都没再有顾客了，我就靠着五花肉跟鱿鱼度过了半个周，感觉鱿鱼也变得没那么好吃了。1周后，上个周那个美女顾客正焦急地跑过来，老板，求求你救救我姐，我可以付金盒。我这才看到她还搀扶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浑身的血不停地往下滴，伤得非常重。老板，求求你了，我这次带金盒了，很多金盒。怎么了这是？那些人为了抢金盒把我给堵了，我姐去救我的时候被他们埋伏了。老板，你这里有没有药？我愿意拿我所有的金盒来换。快把人抬到后厨的床上，我去打热水。我打了一盆热水，用拧干的毛巾去擦她脸上的血。少红也不见外，竟然直接当着我的面拉开了她姐的衣服。可惜了，人类的宝藏啊！我在一边偷去感叹，伸手把绷带递给少红。谢谢老板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不用客气。少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她刚一抬头就看到我递过来2片白色的药片。醒了，你发烧了，吃点消炎药吧。哦，药片，难道是传说中的消炎药？这么珍贵的消炎药，最起码能换几箱军火，他就这么把药大咧咧的喂给我，不会是什么毒药吧？姐，快吃呀！这几个是3级金盒，换你的消炎药。好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按理说应该吃点清淡的，但是可惜的是我这里只有烧烤，给你整点五花肉和鱿鱼吧，少放点辣椒怎么样？现在有鱿鱼了，老板给我来10串，这次我钱带够了。我家的鱿鱼这么大，10条撑不死你，给你们烤4条，再来50根五花吧。啤酒要不要？要大杯的。什么五花，什么鱿鱼，什么啤酒，是最近新出的压缩粮的代号吗？末世里怎么可能有什么烧烤啤酒？少兰亲眼看着我从冰柜里拿出一大把烤串，眼珠子差点掉地上。真的是烧烤店，我妹给我干哪去了？这还是末日吗？海鲜独有的鲜味和炭火调料揉杂在一起，肥厚弹牙的肉质还带着一点脆，独有的口感混合着酱料的甜辣，一下子充满了它的整个口腔。这真的是鱿鱼，不是什么豆干人造肉。姐，你尝尝这个五花，香绝了。我家用的都是最好的五花和鱿鱼，绝对物美价廉。这一晚上，姐妹俩吃了烤了吃，等吃饱的时候，桌上的签子已经多得数不清了。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美得直冒泡。
姐妹俩给我的金盒，居然一下子解锁了好几种食材：金针菇、鸡翅、脆骨、精肉、韭菜。明天就吃一顿真正的烧烤了。少兰伤得太重，我收留他，让他在楼下的行军床上休息。少红则在他姐身边打地铺。第二天一早我就整了一顿好的。少兰顿时不好意思，我手头没那么多金盒，吃不起了。不然你留在这里给我当个保安，维持一下店里的秩序。我这儿也没有另外的工资，但是包你吃住怎么样？那我每个月再额外给你上交1半金盒，我实力很强的。那更好啊。我以为接下来都不会有什么客人，但是没想到下午店里就来了一个男人，看向我身后的烤架，眼睛都红了。五花、脆骨、韭菜、金针菇都给我来上，每样来他妈一盘子。流水一样的烧烤送过去，黑衣男人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塞烤串，爽得直翻白眼。但到了结账的之后，却抬起头露出一个冷笑。付钱？付什么钱？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末日酱。我的青梅变成丧尸后，天天在我门口跳广场舞。第 N 天夜里，听着外面震耳欲聋的音乐，我疯了，冲出去指着他脑袋破口大骂。青梅却咧嘴一笑：“乖乖，你可算出来了。”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天，我快要饿死了，只能看着手机里的美食图片，试图望梅止渴。而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拿起身旁的菜刀，小心翼翼地往门口走去。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我刚凑到猫眼，一个血红的眼珠子猛地出现在猫眼里，我的心猛地骤然一停。外面的人身材高挑，波浪卷，短袖白色上衣，有些眼熟。再看，我心中一喜，是我的女青梅柳如烟，她终于来救我了，她真的，我哭死。我刚握住门把手，手中的动作一顿，不对，刚刚那个眼珠子不可能是人类。最终我得出一个结果，我的女青梅变成了丧尸，还是个特别种。再透过猫眼，门口已经没有柳如烟的身影。我小心地打开一个细小的门缝，门口放着一个黄色的包。难道柳如烟是专门来送给我的？难道柳如烟还有意识，特意来给我送食物？我心中一喜，连忙将包拖了进来。客厅中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，一道黄灿灿的金光扑面射来，我手中的动作一僵，愣住了，随即喊话柳如烟：“黄金这么沉，你怎么弄过来的？”笨蛋，当然是开车呀！为了给你送这个，我特意换了辆新车。又换新车了？你那就宝马呢？我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没想到比线下店多卖20%呢。这么多？是啊，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挑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。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对了，买车也能上瓜子，现在特斯拉9万9到手。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我连忙拿起一根放进嘴里，当场崩掉了我一口大白牙。靠，真是黄金，神他妈的黄金！吃的呢？没看见我都快饿死了。似乎是感觉到我的不满意，柳如烟又送了一个包过来。死柳如烟，再信你一次。我拿包的时候明显听见里面有水声，不错，这次挺靠谱。可当我打开包，我又傻眼了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护肤化妆用品。我命都快没了，你给我这东西有什么用？柳如烟啊，能不能送点吃的？门口没有了动静，走了。我刚想看看情况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打开门，门口放着一大兜馒头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馒头，够我一个星期的量。由于有了柳如烟的投喂，我现在食无忧，好像这生活也不错。突然一阵香味窜入我的鼻中，我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着屋外的情况。我看见柳如烟拿出一把羊肉串放在炭火上。丧尸烤肉，柳如烟，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，你……我话没说完，敲门声响起，只见门口放着一个板凳，板凳上放着2个馒头。串呐！你个死柳如烟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我恨恨地将2个馒头塞进嘴里，不吃白不吃。再怎么说这也是食物不是？自从遇见柳如烟，我就打破了对丧尸的认知。不说烤串，就问你们谁见过丧尸跳广场舞？大半夜，我站在窗口，看着下面一群丧尸整齐划一，柳如烟领舞，胳膊伸直，跟随着音乐随身摇摆。柳如烟似乎有所察觉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好像在说：“你下来啊，一起啊。”楼下的柳如烟已经不知道跳了几天了，你说晚上跳也就算了，他娘的大白天也跳，搞得我都快精分了。看着镜子里2个大大的黑眼圈，我拿起一旁的菜刀，冲到了楼下，指着女青梅的脑袋破口大骂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是扰民啊？你再这样，老子砍了你！”乖乖，你可出来了！周围的丧尸看见我的一瞬间，全都躁动不安，迈着那把蠢蠢欲动，哈喇子都流了一地。我的妈，这是进了贼窝了！我腿肚子一软，下意识的转头就跑。柳如烟眼疾手快，一把揪住了我的后领。林深，你要是敢跑，信不信老娘今晚领着大军睡你家？我去，你厉害，你比我还狗，你给我等着！柳如烟，何必呢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爱何太急？我对你可是几时不见，不，几毫秒不见，如隔千秋。停，打住，别给老娘说这些。所以你现在真的已经不是人类了，而是丧尸，还是有意识的丧尸？没错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挺吃惊的，或许命中注定我就是天命之女吧。咦，真不要脸！柳如烟脸上带着一丝自豪，鼻孔朝天，
颇有一种快点夸我的神情。WC， 你还真是个特别种。别逼我在最开心的时候扇你。狮群中，我围着柳如烟浑身打量，嘴里嘟囔个不停。柳如烟被我盯得有些烦。你他娘的疑什么疑？给老娘正常点。你的内八呢？他的回答是给了我一个暴力，我捂着头蹲在地上小声哭泣。他半天都没来哄我，真气。可不多久，柳如烟拉着我的手，满脸的兴奋。林深，走，我带你去相亲。这都末日了还带催婚的，而且这年头去相亲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去哪相亲？相亲跟谁？当然是和。柳如烟嘿嘿一笑，伸手向后一指。我顺着柳如烟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群丧尸零散地站在不远处，似乎是察觉到柳如烟的指示，全都对我发出一阵嘶吼，一个比一个带劲。你别告诉我相亲对象是他们。你别看他们是丧尸，他们生前可都是万里挑一的，还是你想追还追不到的那种。我去你的！这 TM 叫万里挑一，我一头撞死你！你再这样，我就让他们咬死你。他们不会咬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脑子。可我现在真想咬死你。不行，你不能。为啥？因为我喂狗，狗都不吃，那你吃了我，你算什么？林深，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，今天跟你姓。柳如烟气得拿起地上的铁棍指着我怒吼，我拔腿就跑，我跑，他追，我插翅难飞，外加一旁吃瓜群众，柳如烟追着了我半个小时，我腿都快废了。服了没？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丧尸爆发后，父母为了救弟弟，把我推入丧尸群，可他们不知道我能跟丧尸说话。为了生存，我当起了丧尸翻译官，凭借翻译《甄嬛传》，短短4天我已经混到了丧尸管理中层。可外面怎么都传我是丧尸女王的丈夫呢？这下冬春脑子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吧？丧尸女王立马露出一副恍然大明白的神情，示意我接着翻译。3天后，女王指着皇后，破口大骂：“毒妇，这要赐你一丈红！”救命！丧尸女王看《甄嬛传》入戏太深，马上要建造丧尸王朝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！不知不觉在丧尸总部待的时间越来越久，我和大家也都熟络了。今天老板不在家，作为老板眼前的红人，我就是大王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天胡，来，一人一下，别赖账。难得公休，我带着别墅的美女丧尸护卫搓起了麻将，第一把就天胡开局。人类小哥哥，你别。愿赌服输啊！别怕，快让哥哥摸摸。那好吧，只能摸一下。就在我满怀期待的注视下，美女逐渐伸手，下一刻大门被恶狠狠地推开。大胆，你竟然背着这与人私通！大王，我不是。还是3个。大王，你听我。罢了，你站在一边就好。丧尸女王放过了我，反而皱着眉打量起无辜的小美女。女王大人，我没有。住口！你能得宠，该多谢这张脸，能有几分像朕，是你的福气。丧尸小姐姐当场跪下了。次日，丧尸群传出谣言，女王大人强迫丈夫同房大战3天3夜，守门的3个护卫只因为被先生多看了一眼，竟被大王残忍罚跪。该死，谁造的谣？明明是女王每天来我这里听我翻译《甄嬛传》，现在害得美女丧尸看见我都绕道走，可恶啊！尽管我拼命解释，但丧尸们却都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。半夜我正躺床上郁闷时，突然一颗小石子敲开了我的窗户，我起身前去查看，一个身影撞进我，让我大惊失色。卧槽，是人类，活的人类！嘘，别喊，我官方搜救队队员叶子是来救你的。据传丧尸女王强绑人类做压寨丈夫，组织上派我来帮助你。组织人师有别，谣言止于智者呀。得，报告组织，人质不需要解救，那我走了。叶子跳上窗台准备离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对了，这个丧尸聚落没有吃人记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里大多数丧尸都产生了理智。原来如此，谢你的情报。如果可以，我们想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丧尸女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和丧尸女王柳如烟合作，结束这个末日。结束末日？真的能结束吗？叶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不动声色地加重了筹码。如果这次成功的话，或许柳如烟乃至这个聚落所有的丧尸都能恢复正常。你知道，尽管丧尸病毒能为他们提供大量能量，但坚持不进食的话，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持理智多久。一旦失控，你的下场可想而知。末世爆发，我觉醒成了饭桶，直接一个倒反天罡，开启丧尸美食图鉴。野生丧尸不够吃，我圈养了一只家养丧尸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小丧尸竟是丧尸女王。末世降临后，全世界有一半人变成丧尸，剩下一半人成了幸存者。部分幸存者觉醒了异能，而我觉醒了一个无敌废柴的异能，那就是吃完饭之后肚子反而会变饿。所以当我和校花一起被丧尸围困时，队长毫不犹豫的选择救校花放弃我。林北，要怪就怪你的异能太废物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背影彻底消失，嘴角有泪水划过，好香啊！被队长火攻过的丧尸散发着烤肉特有的焦香味，就像我最喜欢吃的烤肉。
临死之前吃一顿丧尸烤肉自助，好像也不错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你看开心了吗？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，2月15日起，闲鱼分手节大促，大牌包包、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时5折起。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，速速去捡漏吧！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，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。于是丧尸吃我，我吃丧尸，后来还直接在丧尸堆里睡着了。等我一觉睡醒，才发现方圆10里已经没有丧尸了。我摸了摸浑圆的小肚子，我好像又饿了，于是决定去隔壁学校找吃的。结果迎面撞上了丧尸大军，我吓得掉头就要跑，然而下一秒我便看到角落处有个美女，于是我决定去救她。我大吃特吃，一口一个，很快就把美女周围的丧尸吃空了一圈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美女周围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了。美女，你快走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你是来救我的？你放心，我可是异能者，你快跑吧。美女不说话了，但也没有跑，只是悠悠地看着我。不一会儿，周围的丧尸渐渐散了。我看着眼前的美女，忽然觉得好香啊！美女，你好香啊！好饿，好饿。要吃吗？至尊烤肉的味道扑鼻而来，我大脑一热，张嘴嗷呜一口咬下。是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抱着美女的手臂啃了好几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不用道歉，是我允许你吃的，但不能多吃。我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？哪有正常人邀请别人吃自己的？我抬头一看，发现美女原本坑坑洼洼的手臂竟然完全恢复正常了。这算是我的异能吧，不用太在意，只要我的脑袋还在，就算大半个身体不见了，也能重新长出来。好厉害的异能，那不就相当于不死之身吗？是吗？你是第一个夸我异能有用的人，其他人都觉得我的异能很废物，因为我的异能只能救自己，不能救别人，所以我的作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替他们引开丧尸。这么酷炫吊炸天的异能，居然只能当个引开丧尸的诱饵。1周前爆发了一次丧尸潮，我利用自己的异能引开了所有丧尸，可是说好回来救我的队友，却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也被队友抛弃了，他们嫌我异能太废物，而且吃的太多了。于是我们2个别人眼里的废物就这么组队了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了柳如烟身上的不对劲，她从来不吃东西，不上厕所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她的异能天赋，直到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发现她在喝人血。丧尸末世爆发，我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微小的伤口，抹上特地弄来的丧尸血，坐等自己变成丧尸。无痛当丧尸，真特娘的爽！我变成丧尸了，但我竟然还有自己的意识。发现了这件事后，我彻底躺平，没事的时候就出去跟随丧尸大军吓吓人类。直到一次丧尸集体活动中，我突然听到了这群丧尸的心声：相思人走人走人走。我好饿，这个丧尸的脑袋看着不错。我爹又把我的胳膊啃了。他好帅气，我好喜欢。这是 TM 基于我的丧尸。只见这只丧尸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灰白的眼珠子散发着幽幽光芒。我一脸惊恐地捂住胸前。不是吧，这也能爱上？好帅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意识到，这只丧尸确实看上我了。我走哪它跟哪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你好些天不吃饭了，我去给你抓人吃。救命！我林北就算是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我也不会吃一口人肉。于是我赶紧躲进家，没一会传来哐哐的敲门声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双灰白的眼珠子，上面冒着红血。吃饭？我不吃人。不对，他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丧尸而已，怎么会听得懂人话？猫眼里，小丧尸歪着脑袋，眼珠子转了转，脸上还有不少血污，似乎极其疑惑。我停了2秒，打开门，小丧尸看到我，僵硬的扯着嘴角的肌肉，像是要做出笑的表情。这小丧尸怎么跟其他丧尸不太一样？这些是人，我不吃人肉。小丧尸若有所思，缓缓眨眨眼睛，然后动作僵硬地离开了。当晚，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只刚被杀死的鸡，还有一双望向我亮晶晶的眼睛，像是在求夸奖。真棒！哈哈！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一座死城，没有一个活人的存在，我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正好这只小丧尸给我解闷，于是我把邻居家的门给撬开，带着小丧尸进去。一进门，我就眼尖地看到桌面上摆放的碟片，不堪入目的封面瞬间映入眼帘，然后默默私藏起来。2个不穿衣服的人。什么叫不穿衣服啊？人家正在进行生命大和谐，岂是你这等小朋友看的？是我得拿回去慢慢看。小丧尸似懂非懂，发出了一声哦的声音。我把房间整理了一遍。好了，以后你就住这吧，离我挺近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摸着手里的碟片准备回家，身后响起沉重的脚步声。好了，我不走，我们进去吧。他被骗进去之后，我立马转身就往家里跑。猫眼里看到小丧尸姗姗赶来，动作僵硬滑稽，目光怔怔地望着我家的门，像是个被抛弃的小可怜。也没有他的心声传来，应该不碍事，可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自己走了。到了晚上，我脑袋里又想起那只小丧尸，然后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到外面的景象，他正垂着脑袋，怔怔地看着地面，好像个被抛弃的小可怜。我叹了声气，最终还是打开了门。收留你可以，
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丧尸末世爆发，我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微小的伤口，抹上特地弄来的丧尸血，坐等自己变成丧尸。无痛当丧尸，真特娘的爽！听你的。第一，你要时刻保持干净，像你现在这样身上脏脏的就不许进来。好。第二，我不吃人肉，不能看见任何跟人肉有关的东西，你也不许带过来。好。第三，没我的允许不准随便碰我。现在我带你去洗澡。到浴室后，我伸手挤了2泵沐浴露给他抹身上，正给他搓澡呢，耳边忽然响起一声沙哑模糊的声音：不要看。你会说话了。然而他又支支吾吾的发出呵呵2声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不知道。以后记得喊我哥哥，知道吗？哥哥。外面都是坏蛋，只有哥哥这里才是最安全的，哥哥才是对你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小丧尸小幅度地点点头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，响彻整座死寂的城市。我跑到窗边，想找到有关于人类的一点踪迹。就算我是丧尸，可我的记忆仍旧是属于人类的，我渴望人类的存在。我们是华夏陆军编号110战队，接到上级通知，是有人类发出的信号。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度过了许许多个难关，这只是其中一关。我们作为华夏军人，誓死守护每位华夏公民的安全，不放弃任何一位华夏公民。请你们相信国家，相信我们，我们来接你们回家。请所有幸存公民在1小时内到西湾街道的交叉口乘上我们的战车。我们不会放弃任何生的希望，请你们也不要放弃。哥哥，不要哭。小丧尸来活了，跟我走吗？我拎起一根铁棍，小丧尸像个小尾巴紧跟在我的身后。他不知道我想去做什么，只是盲目的跟从我。外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丧尸，他们的心声不断传进我的脑海中。好我，要开饭了。小美说那边有吃的来了，我要赶紧过去。他们的目光如狼似虎，看向郊区的方向，纷纷前往那边。然后很快我发现，这些丧尸会主动绕过小丧尸，即便是前面站着一个我，他们也不从小丧尸的方向经过。一只丧尸撞得我一个踉跄，身子骤然往前扑，双手下意识捞住小丧尸的胳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丧尸苍白的脸诡异的浮现薄红，眼珠子僵硬的往一边看。别随便吓我可是林正英老师的迷弟。可是林正英老师不是管僵尸的吗？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记忆了？哥哥说的是那张碟吗？忘掉，小孩子不要打听大人的事情。小丧尸垂丧着脑袋，自己接上了骨头，朝我扯唇角，露出一个不算好看的笑容。身旁越来越多的丧尸涌向郊区，密密麻麻的，人头攒动。你试着叫他们回来看看。小丧尸眨眨眼睛，理解了我的意思之后，朝着那群丧尸呵呵2声。那群丧尸蓦然回头，齐刷刷地看向小丧尸，灰白的眼睛里竟隐隐有几分忌惮。我去，真有用，这下有救了。丧尸病毒爆发，家里弹尽粮绝，5岁的女儿却躺在沙发上，一脸淡定说自己要幼年早逝了。于是我决定向孩子的亲妈求助。结果当晚，一个丧尸在门外哐哐敲门，他身上没有血污，衣着讲究，一如之前金圈大小姐的形象。大比，你把电话打给丧尸女王了。丧尸病毒突然在全球爆发，整个世界都乱套了，到处都是丧尸，遍地的尸体。之前因为口罩复阳原因，和女儿躲在家里蜗居，没想到却因此躲过了这凶险的一劫。但现在也撑不了多久了，因为我囤的东西并不多。爸爸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那我先听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我们没多少吃的了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。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真是太省了。上闲鱼有钱花，快去闲鱼省钱吧。那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咱俩可以不变丧尸，变饿死鬼。爸爸你别害怕，不被丧尸咬就不疼的。这辈子咱俩没做几年妇女，下辈子我还跟你做妇女，弥补这辈子。我女儿她才5岁，怎么就经历上末世了呢？宝宝我呀，就要幼年早逝了你。别瞎说，宝宝不会幼年早逝，爸爸会保护宝宝的，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我在10天前收到了官方发的信息，说他们会来救我们，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类。在等待救援的期间，我准备向那个人求助。柳如烟，柳家大小姐，也是女儿的亲妈，她身边保镖那么多，应该没被感染。只不过当年的事我们闹得很不愉快，犹豫了半晌，在手机上输入了柳如烟的电话号码，但没有拨过去。爸爸，你终于准备给我妈咪打电话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你妈咪的电话？你喝醉后，我套话套出来的。我是你爸，还不能有点隐私了？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骗我说我妈咪嘎了，结果我套话套出她没嘎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欺骗我呢？你知道错了没？知道错了。行吧，我大方的原谅你了，你还是赶紧给我妈打电话吧。然后我想也没想就按了拨通键，电话响了10几秒，被接通了。喂，柳如烟，我是林北。那个我
我被困在了小区。爸爸，让我来跟他说。你闺女要嘎了，要饭，你懂？我们在红星小区，你可得快点来哦。挂断电话后，女儿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我抿着唇没说话。柳如烟全程只说了3个她以前不善言辞，也没有不善言辞到这个地步吧？而且我说那些话，她一句质疑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当晚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晚上10点，寂静的门外传来杂乱的声音，我和女儿都没睡，立马警惕起来。爸爸，是妈咪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是丧尸，那一定会发出嘶吼的声音，但外面并没有，应该是你妈妈派人来了。女儿一听，立马跑过去看。丧尸病毒爆发，家里弹尽粮绝，5岁的女儿却躺在沙发上，一脸淡定说自己要幼年早逝了。于是我决定向孩子的亲妈求助。爸爸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记错电话了？她确实是你妈咪。我妈咪也真是的，变丧尸王了还接电话，让她给我们爷俩送点饭，结果她想把咱娘俩当饭，宝宝我呀要被亲妈回收了你。呸！林可可，你给我住嘴，别说不吉利的话，快去房间里把门锁好，切记没听到我叫你不许开门。爸爸，女儿擦了擦眼泪，乖乖进房间关上门。听到门上锁的声音后，我赶紧推着沙发挡在沙发门口。这时门外传来丧尸嘶吼发狂的声音，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原来是柳如烟的敲门声，吸引了楼上的和楼梯间里的丧尸，他们着朝柳如烟以及她身边的丧尸冲去。下一瞬，柳如烟那双朦胧的眼睛再次发出诡异的红光，发狂的丧尸上一秒张牙舞爪，下一秒乖乖臣服。柳如烟低吼了一声，随他而来的丧尸们纷纷从身后掏出了一把消防斧，朝着刚刚臣服的丧尸砍去。柳如烟连臣服自己的丧尸都杀，真的太可怕了，看来我和女儿难逃一劫了。柳如烟缓缓转身，她不再敲门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了个电话。我太过惊吓，手忙脚乱中按了接通。开门。柳如烟，你别吃我和女儿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听得懂我说话。不吃，开门。不要，你走吧，我求你了，你走吧，你们都太可怕了。柳如烟没再说话，几秒后挂断了电话。我浑身抖着，撑着门往外看，她真的领着丧尸们走了。突然手机响了下，是柳如烟发来的短信。门口饭。观察外面没有丧尸后，我快速开门把背包拉了进来，打开一眼，里面是饼干、罐头、方便面。女儿看到柳如烟送来的物资，一脸惊喜。天上下物资了？你丧尸妈咪送来的？我丧尸妈咪可以呀，看来是我们误会她了，她真是来送饭的。不过没有水啊，这也太干巴了，有饭没水，咱爷俩要变渴死鬼。明天我出去找水，你乖乖在家待着。柳如烟成了丧尸王，能控制丧尸杀丧尸。我想或许我可以继续向他求助，在等待官方救援来之前，利用他帮我们寻找资源。外面太危险了，让我丧尸妈咪再帮我们送点水呗。她是丧尸女王，丧尸都不咬她的。说着，女儿直接拿出手机给柳如烟打电话，电话很快被接通。喂，丧尸妈咪你好，你闺女可乐呀。谢谢妈妈给我们爷俩送的饭，但饭有点太干巴了，渴，要水，懂？谢谢妈妈，妈妈你真好，可乐爱你哟。突然，柳如烟双眸闪着红色的鬼光，射向面前的10几只丧尸身上。末世第10年，系统姗姗来迟。他说我是一本末世基见闻里的圣母男配。此时恰好我正在外面救人，不远处有席卷而至的丧尸潮。我抽出了长刀，祭出了异能，刹那间天地变色，也惊呆了正在讲剧情的系统。末能力的叫圣母，哥这叫救世主。系统找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带着手底下的人在外面救人。时至9月，即将迎来大范围降温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爆发丧尸潮。我刚给一个小姑娘递了一块压缩饼干，就觉得意识中似乎多了什么。谢谢。不用谢，等进基地了，只要手脚勤快，总能活下去的。宿主崩人设了啊！我以异能9级，是如今当之无愧的人类强者，绝不会感觉错自己身上的变化。哦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宿主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007号系统，实在抱歉，我来晚了10年。先说明，这是一本末世基见闻小说哦。所以这是一部大男主基见闻，我是什么身份？男主还是什么恶毒男配？说着，我快速的在心中把如今的强者过了一遍。末世第1年的时候，国家就建立了基地，而据我所知，我是如今当之无愧的人类第1强者。都不是。什么？宿主，这是一本大男主基见闻，你是里面的圣母男配，主打就是一个牺牲别人，成就自己的好名声。因为你的圣母行为，让男主的小队在刚开始的时候折损了不少人，男主因此……老大，丧尸潮来了！只见不远处有丧尸潮奔涌而来，最前面打头的是一溜的5级丧尸，这次主要就是出来提前清剿丧尸的，所以只开出来了2辆车，
结果没碰见丧尸潮，倒是无意中救了不少人。末世10年，丧尸横行。然而，除却丧尸之外，还有早将法律道德抛之脑后的畜生。他们圈养同类，把同类当成两脚羊。这次救出来的这些，就是被当成两脚羊的。此时正被2辆车一前一后的保护着，走在中间。严可，你带着人先走，我留下殿后。是。说着，撑起了一道水墙，将人类的气息隔绝在了水墙之中。藏于我意识中的系统尖叫出声。宿主，你崩人设了啊！你怎么能亲自殿后呢？你应该让别人殿后啊！闭嘴！可是你崩人设会遭到惩罚的。什么惩罚？会被电。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，我身上又有了一阵电流流过，不痛不痒的。系统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我已然祭出了异能9级的雷电系异能。苍穹之下，不断有雷电涌现，顷刻间天地变色，丧尸潮已到尽处。我抬头将手中的雷电扔出，紧接着抽出身上的长刀，异能灌入，长刀大亮，极快地逼近那几只5级丧尸。手腕翻转间，那几只5级丧尸已然倒下。错了，宿主你就应该是个娇弱圣母的，因为你弱，所以我的惩罚会让你很痛苦。可是全错了，你怎么就能9级异能强者了？就算是末世第10年的男主，也没成长到这个地步啊！男主是谁？江剑川。有点耳熟。是原主的兄弟，2人一起长大。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，江剑川一直很照顾原主的，现在全完了，多了你这么一个穿书的，全变了。系统说的没错，我是穿越而来的。记得10年前，我刚睁开眼的时候，眼前一片血污，楼道里都是丧尸的怒吼声。关键时刻，是邻居婶子手拿菜刀冲了过来，拉着我就往家里跑。哎呦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些吃人的东西！你刚刚愣什么神？遇到这玩意儿，要么就把他给打死了，要么就快跑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在末世初期，我和婶子一起并肩作战。一次出去找物资的时候，碰见了江剑川。那会儿的他已然组建了一支5个人的小队，5个人，3个女性。看见了我，江剑川立刻给我递了2瓶水。小北，脸怎么脏成这样了？是我不好，没有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就找到你。来，用水擦擦。婶子，这水给你喝。现在都末日了，谁还能保证脸是干净的？小北，你留在我这里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林北啊，你要不就跟在小江后面吧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小江就护着你，现在末世了，小江也是个有本事的。那婶子呢？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跟着你，那婶子怎么办？剑川，一定要留下他吗？拜托，现在都末世了，他居然还想让你救别人啊！强调一下，这里是我和婶子清空的，不是江剑川救的我们，而是我和婶子收留了你们。江剑川叹了一口气，向我展示出了异能，只见书弟就冒出了一簇火。小北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有异能的，相信我，我可以照顾好你的。异能？这是怎么来的？末世刚来的时候，高热昏迷的那些人醒来不是丧尸，就是有异能的天选之子。剑川运气好，可是直接觉醒了火系异能呢。怎么，你也想有异能呀？去被丧尸咬一口喽，也有一定概率获得异能的。那天的最后，我并没有选择和江剑川一起离开，而是打算去国家建立的安全基地。可就在去往基地路上的第2天，我们遇到了丧尸潮。婶子为了保护我，被丧尸潮撕了个粉碎。我匆忙间躲上了高楼，却被一只拥有雷电异能的丧尸咬伤了。当晚就发起了高热，最终我熬过了丧尸化，获得了雷电系异能。初入基地时，我加入了异能者小队，队长是一个拥有3级火系异能的女孩子，名字宋婉，脾气火爆。在末世第3年，首都基地下达了秘密任务，上面让我们南方基地去找的那座粮仓，有一点就是那座粮仓靠近大山。国家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消灭丧尸病毒，有一个原因就是各种丧尸动物和变异植物层出不穷。实在抱歉，如今各大基地自身难保，末世3年，我们损失的东西超乎想象。基地里还有上百万的人口，我抽不出其他强悍的异能者与你们一起同行。没事，我们小队7个异能4级的强者呢。对了，那个粮仓虽说不算大，但也肯定不小。看我们队里的那2个空间异能者能全装回来吗？可以的，你们队里的那2个空间异能者，前几天我们检测的时候发现，他们距离异能5级也就差临门一脚了。宋队长，等这次你们小队回来的时候，估摸着就全部都异能5级了，将是除了军方外的最强的异能者小队了。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吗？行了，等我们回来吧。是我，林北，根据上面下达的指令，如果驻守在那儿的人真的坚守直到背叛祖国的话，格杀勿论。丧尸末日爆发，我成了人类和丧尸间的翻译官。女友带着前任逃生，把我和丧尸堵在了屋子里。我看着从窗口艰难攀爬进来的丧尸，丢了根绳子出去。需不需要我帮你？总算找到个翻译了，能不能帮我找找我的手？1个礼拜前，天降异象，万千紫光从云层破出，凡是被照射到的人都成了只会扭曲爬行、喝血吃肉的怪物。全球出现了停电停水、交通瘫痪的现象。幸好我因为方便，在家囤了不少速食品。我和女友柳如烟已经在家躲了5天了。这期间，她仗着家里存货还足，主动接纳了同小区的前任洛言。如烟，泡面只有2盒了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正好，快中午了，拿出来吃了吧。谁吃？
林哥哥好像不开心了，要不就让给你们吃吧，我饿一顿也没事。林北，你在闹什么？你一顿不吃会怎样？就当减肥不行吗？出于人道主义，我让给你们1盒，不代表2盒都给你们。林北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让你住我租的房了，你连1盒泡面都不乐意给吗？房租都是我在付，你除了在租房合同上签了个字，你出过1个子儿吗？泡面都是我买的，我乐意给谁就给谁。现在我不乐意了，我全部自己吃，还要分手吧？林北，我劝你2盒都给我们，不然……他还想再说什么，窗口忽然传来哐的一声巨响，一个少了半截脑袋的丧尸探出了头，柳如烟啊的一声朝后退去。在我寻找趁手的武器前，后面2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冲了出去。更绝的是，我听到了门被反锁的声音。柳如烟，放我出去！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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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阿爸，我是好师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来寻求帮助的。你一个丧尸，寻求帮助，帮你吃了我！我举起旁边的拖把捅了过去，丧尸吓得哭爹喊娘。可在楼里其他幸存者耳朵里，整幢楼都充斥着他的嘶吼声。1秒过后，丧尸坠落。我看着被打破的窗玻璃，努力搬东西准备堵住，可那只丧尸又爬了上来，过程艰辛，因为它只有1只手，有时候还得靠着强体借力。我被这个身残志坚的丧尸给感动了，但不妨碍我继续捅它。在掉下去3次后，丧尸抽抽噎噎咬住我的拖把头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听懂丧尸语的，我真是良师。不信你摸我口袋，里面有给你的见面礼。我将信将疑，用衣架从他口袋里勾了半天，本就破烂不堪的裤子，撕拉一下被我整条勾了上来，一个完整白嫩的大腿露在了半空中。丧尸眼珠子都红了，眼泪汪汪，羞愤欲死。裤子口袋里有3罐罐头，居然还在保质期内。许久没吃到肉的我，仿佛见到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样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用了根绳子将他拉了上来。我是隔壁楼102的业主，叫刘丽。丧尸爆发前，我在打游戏，一时不察，被买菜回来的爸妈咬了。逃出去时摔断了胳膊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翻译官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下我的胳膊？都成丧尸了，为何还要在乎有没有胳膊？丧尸界也分美丑的，我男朋友说，没了1只手，我就不漂亮了。活就贱，你要不要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模样？别说漂亮了，都和人不沾边了，咱们就放低点要求吧。连你都不帮我，不如我死了算了。只要你帮了我，这条街的超市任你挑。你办得到？我爸妈生前就是开超市的，你别觉得我们丧尸是喝血吃肉的，其实我们不喜欢人血，我们都不会饿，主要是你们人类老是主动挑衅我们，我们这才迫不得已反击的。OK 了，老铁。末世后，不仅人类成了丧尸，有些植物也出现了变异。它们没有思维，只要被侵占了领地，就会进行无差别攻击，而它们死后就会爆出晶体。我发现这个晶体可以让丧尸恢复伤口。刘丽无意间吃下1颗晶体后，半截脑瓜子长全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联合大家成立了丧尸联盟，专门收纳管教那些和人类无故起冲突的流浪丧尸。我则支了个摊子，在天桥上卖救济粮，1个罐头2块晶体。起初有几个男人打算硬抢，我看着他们直接连摊子一起打包带走时，还好心提醒别拿太多，不然还得送回来。几个人笑我痴人说梦，不出10分钟，5个彪形大汉哭爹喊娘的滚回来，身后被1支丧尸队伍围得水泄不通。就这样，我的名气打了出去。一天，1支装备精良的雇佣兵闯进了这里。听说你是这里的秩序官，我想买个消息。我靠，这袋子里都是5颜6色的晶体，我们这里从来都是红色，那是不是不同的晶体对于丧尸的作用也不同呢？太客气了，有什么需要你说？我被偷了样东西，想问下这里有没有出现过1只胸口有1簇白毛的黑色丧尸狼犬？那不是我的坐骑2郎神吗？但他胆小，也不去人类那里溜达，怎么可能会偷溜出去偷东西呢？你被偷了什么？贴身衣物。忘了2郎神有收集品，喜欢叼东西来做窝。前段时间我看到他叼了好几条苦碴子回来，冒昧问一句，你裤子什么颜色？黄色，上面有个蜡笔小新。哦嚯，好消息，不在我枕头底下。坏消息，我拿去给2郎神改成口罩了。我假模假样让他们在原地等一会儿，跑到不远处，赶紧把2郎神的口罩拿了下来，带着莫名水渍的苦碴子递到女人面前时，我俩面面相觑。我老脸一红，他则飞快接过背心，将他胡乱塞进背包里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哪里可以找得到药？我们有个队员受伤了。药这个东西在末世可是稀罕物，吃的冒点风险还能搞到，但救命药可是很少见。早在秩序大混乱的时候，人们只是抓紧时间抢食物，却很少有抢药的。可他们没有，我却有，因为这条街上的药店都被我包了。我有药，但是你们得拿东西来换。晶体吗？我还有这么多，够不够？丧尸末日爆发，男友和小三为了逃命，把我推进丧尸群里。重生归来，男友疯狂囤货，只等末世来临后，带着小三吃香喝辣。我却直接把末世的消息上报国家，最后和亲海晏，天下太平。而男友倾家荡产，被高利贷追杀。小雨，我们再商量一下彩礼的事吧，18万8实在太多了。
刚刚那个末世的梦里也有这么一茬，难道那不是噩梦？我真的被郑浩然害死了，然后又重生回来？我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彩礼能不能不要了？我们裸婚怎么样？不对，这个说辞和前世不一样，难道说他也重生了？好吧，彩礼什么的不重要，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。我说出了和上辈子一样的话，万一被他发现我重生了，那就糟了。郑浩然听到熟悉的回答，似乎松了口气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连忙打开日历，看了眼日期，末世到来的3天前。时间紧迫，我从衣柜里找出一身长风衣、口罩、鸭舌帽，全副武装的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，拨通了110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疑似在捣鼓置换的东西。警方仔细询问了人员的详细情况，我凭借极佳的记忆力回想起本市的重大典型病例：金苑小区19栋的王强，丧尸病毒前期，病情轻微，他以为是小感冒，没有理会。直到那晚，他在家突然倒地不起，妻子连忙叫了救护车，他却突然暴起，一口咬断他的脖子。邻居听到惨叫声打电话报警，然而赶来的医生和警察无一幸免。思绪收回，我又向警方提醒道：蘑菇犯可能携带艾滋，一定要做好防护。捣鼓小面面置换，攻击性强，最好用手铐、警绳限制其行动。好的，我们会注意的。请问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？朝阳群众。报完警，我匆匆去了趟超市，买了些许多容易存放的食物，还有头盔、加厚雨衣、菜刀。结账时，冰冷的电子音大声播报：您的余额不足。我赶紧查看银行卡的消息，发现半小时前银行卡支出11290元，是郑浩然。我立即打他的电话，都是占线。后面排队结账的人开始骚动，不停催促我。突然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，闺蜜约我吃火锅，我抓住救命稻草，连忙问她能不能借我1万块钱。闺蜜二话不说秒转账，我立即收款结账，并向收银小妹报出了闺蜜的地址。手机忽然响起来，是闺蜜的视频通话。刚刚忘了验证是不是本人了，你说公主请转账。前世丧尸爆发，闺蜜没有存粮，活活饿死了。让你叫声公主，不至于气哭吧？转完钱才想起来验证，你是不是缺心眼？我买了东西到你家，先回去收拾，最近住你那。我吭哧吭哧把东西搬进闺蜜屋里后，她看着屋外堆成小山的东西，嘴张成 O 型。咱这又要封城了。对，你也别闲着，帮我倒杯水。我们把物资分类放好后，饿得肚子咕咕叫。闺蜜拉着我去吃火锅，饭后她去逛街买东西，我从包里掏出口罩和鸭舌帽，再次来到了电话亭前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朝阳群众。是你？王东强发生了可疑的病变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一种烈性传染病病毒，可以突破血脑屏障，影响中枢神经，控制人体啃食活物，通过唾液将病毒传播下去。它们没有痛觉，破坏力极强，唯一的弱点是大脑。王东强不是个例，很多人处于潜伏期，和正常人一样，通勤、上班、上学、就餐、出游。一旦突然发病，引起人群恐慌暴乱，大规模传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会加强管控。常规的管控不会起作用的，这不是普通的传染病，而是诱导人吃人的病毒。我们理解您的担忧，但护士是全国的经济命脉。今晚富华小区、绿水家园、地兰华庭会有人发病，明天第17中学、市人民医院、理工大学陆续小规模爆发，明晚地铁3号线、4号线、7号线全面大规模爆发，后天全市沦陷，3日后全国沦为地狱。感谢你提供的信息，我们会进行核实。打完电话，我心事重重，路过药店，又顺路买了一些常用药和维生素片。我买了可乐、薯片、酸奶、咖啡、冰淇淋、肉和菜等楼长团购，吃新鲜的。楼长？对呀，上次封城全靠楼长买菜。闺蜜掏出手机给我看聊天记录，7栋楼长，听说要封城了，能不能买点吃的啊？没收到这个消息，你从哪里听说的？又要抢菜，我还在加班呢，抢不上啊。没事，我家够吃几个月的，到时候分你点。富婆贴贴。我呼吸一滞，前世郑浩然和小三在家偷偷煮方便面，香味飘到楼下，招来好几波骚扰，甚至有人拿锤子砸破窗户闯进来，就为了抢一口吃的。很多人不是死在丧尸的嘴下，而是死在饿红了眼的暴徒手里。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有大量食物。对了，小雨，封城的消息你是从哪知道的？网上说的。生化危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但是没人看，也没人信。买水军啊！我用闺蜜的追星大号买了一波水军，投放在一个偷拍视频的评论区里。画面里，一男子突发恶疾，暴起伤人，被警方及医护人员及时控制。男人血盆大口，形状恐怖。帖子的热度立马起来了。此时有人在评论区说：“我操，福华小区有个跟他一模一样的，现在被警察铐在救护车上带走了。”加一，地兰华庭也有，我刚在小区群看见。小雨，你说的丧尸真的是真的吗？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
你最好是真的。现在转发超过500了，造谣我会被抓进去的啊！末日来临，丧尸成群，所有幸存者都能觉醒一项技能。哥哥选了格斗，我便选了医疗。后来哥哥被堡垒里的女人们嫌弃，而我替他们医治伤病，温柔可亲，受到所有人追捧，就连联盟之主也爱慕于我，向我求婚。哥哥知道后心有不甘，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。在睁眼，我们一起回到了觉醒技能那天。这次哥哥抢先夺过医疗技能的药剂注射进体内。联盟发下来的技能药剂只有一管是医疗，你们谁？堡垒负责人邱泽的话还没说完，哥哥已经迅速地夺过他手中的紫色药剂扎进小臂。看到他脸上畅快的笑容，我立刻意识到哥哥也重生了。毕竟上一世他对医疗技能可是非常不屑一顾的。邱泽将剩下的那管格斗药剂递给我，哥哥在一旁冷笑着旁观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毫不犹豫地将药剂扎进小臂。傻兮兮的，还不知道自己会落得什么下场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会成为一个所有人厌弃的暴虐狂，拼死拼活也只能收获一点点可怜的贡献点，勉强维持生存。这一次，换我被所有人捧上天了。看着他渐渐走远的背影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么想当女人的菟丝花，就送给你当吧。每次外出攻打丧尸时，在那些男人和女人们刻意与我保持距离的时候，我也顺势一次次隐匿踪迹，不断往外突破丧尸的包围圈。终于，在这日，我发现了一个上一世整个堡垒都没有发现的秘密。在密密麻麻的丧尸群外围有一个闪烁着浅蓝色光芒的点，我努力想朝那里继续靠近，但奈何周围的丧尸实在太多，以我目前的能力根本突围不出去，只能撤退。你不要命了，竟敢一个人跑到外围去！他还去了东区，那里完全没被开发过，全部都被丧尸占领了。上次有个二愣子没跟上队伍迷路跑去了啦，瞬间就被撕碎了。剩下的人闻言目光越发震惊，上上下下扫视着我，似乎在看什么神奇的东西。他竟然能从那里逃出来！你看他身上那么多血，还有丧尸的碎肉沾着，他现在战斗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？王成眯着眼朝我走近，我警惕后退，但还是立刻被他发现了背后的伤口，那里衣服碎成了一片片，迎风飘摇，雪白的肌肤上一个巨大的血洞尤其显眼。王成吓得立刻退后了2步。你被丧尸咬了？什么？他被丧尸咬了？那不是马上就会变异吗？大家都离他远一点。他们慢慢将我包围成一个圈，每个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王成更是直晃晃地看向我腰间记录贡献点的牌子，贪欲直白得令人作呕。我却丝毫不慌，淡定地与他对视。王成，你要知道，在还没有变异之前，任何人不能与同伴作战，这是联盟的命令。除非你及时喝了阻断剂，否则哪怕你体质太优越也坚持不了太久。可是这里有阻断剂吗？那些男人都肆意地笑起来，嘲讽意味十足。我懒得搭理他们，坐下来将衣摆撕裂，然后捆绑住背后的伤口，以免失血过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等吧。当太阳彻底下山，一切被黑夜笼罩的时候，王成等人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丝焦躁。因为一到夜晚，视力受阻，很容易被丧尸偷袭。待在堡垒外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。我看穿了他的心思。感谢你们把我围在中间保护了。联盟给所有人身上都装了芯片，动手时如果检测到对方是人类，就会立刻自爆。我们赌不起。可是带他回去的话，贡献点就不能由我们这个小组独吞了，只会便宜了邱泽那家伙。哎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再这么耗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有危险，兄弟们也不会愿意的。王成咬了咬牙，终于挥手做出撤退的手势。我站起来，跟在他们身后朝堡垒走去，脑中一刻不停地思考着等会要如何面对邱泽的审问。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发现了那诡异的蓝光。将对策在心中又过了一遍后，堡垒的大门已经出现在了不远处。林北，你不要再往前了，你身上携带着丧尸病毒，随时会变异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到大家啊！林北，不是我们不想救你，但据王成说，你感染丧尸病毒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，哪怕此时给你阻断剂也来不及了。你把贡献牌扔过来吧，我还能给你换取一点物资，至少让你在变成丧尸前能过得好些。真是有够虚伪的，只是想要我的贡献点吧？这些贡献点都够堡垒换一艘方舟了。堂堂一个堡垒主，目光就这么短浅？我现在一个人就比5个小队取得的贡献点都多，就我把我留下来才是真正的长远之计。邱泽，你可不能信了他的鬼话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超过12个小时阻断剂就失效了，而现在整个联盟都还没有研究出来解毒剂，他就算回来也只会变成一具丧尸罢了。我们还得亲自打杀他。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，但他毕竟是我亲弟弟，我不想亲眼看到他变成那副模样。把贡献点留下，你走吧。距离我被丧尸撕咬如今已经过去了15个小时，可我还没有变异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联盟虽然将阻断剂的时效定为12个小时，但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自末日来临前被丧尸撕咬后，一般都在1个小时内发生变异，最长的也没有超过3小时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有看过相关报道。那他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的体质发生了变异，能够抵抗病毒？话音未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炽热起来。在这个末日的时代，能够抵抗病毒就代表了能肆意横行，不用龟缩在这小小的堡垒中受联盟压榨。不可能，他绝不可能自发性抵抗病毒。怎么不可能呢？我的好哥哥！因为明明……哥哥急得团团转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因为他要说的是上一世明明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不管是在我或者他的身上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检查一下我体内有没有病毒就可以了。对呀，先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他体内没有病毒，就代表了他绝不会发生变异。
哪嫌让他进来也无妨。于是他们很快达成了一致，让哥哥来给我做检验。为什么是我？末世来临，身为吃播的我在宿舍被人围攻，我的囤货被人抢光，我也被人推出宿舍，最后丧尸啃食而死。重活一世，我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堡垒。这我要嗑着瓜子看着他们死。天哪，我居然重生了！被丧尸啃咬脖梗的剧烈疼痛还在蔓延。再一睁眼，我发现我躺在床上，周围还摆放着各式零食。我摸了摸脖子，完好无损，没有伤口，没有流血，没有痛感。我抓起桌旁的气泡水，狠狠灌了几口，香甜的桃子味在嘴里散开，我脑子一下子清醒起来。我要活着，我要好好活着。我起身看了看窗外，天蓝得过分，落叶在空中飘荡，一片深秋的景象。宿舍楼下不时有学生路过，好友打闹的声音飘到我耳中，一切都是那么平常普通。可只有我知道，1个月后，这些安静祥和会被打破，数不清的丧尸会攻入学校，这里会变成人间炼狱。我要囤货，必须要囤货。可在这之前，我先得搬出学校，不然又得像前世一样被宿舍这群白眼狼杀死。我快速打开电脑，在租房网站浏览租房信息。宿舍我是不会再住了，一来目标大，二来不安全。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在校外租一套房。丧尸行动缓慢，又不会爬楼，高层的房子显然更安全一些。我看了许久，终于相中了一套。那是个33层高的小高层，有120多平，有个露天的阳台，附带个小阁楼。最重要的是远离市区，位置在郊区。这房子最快什么时候能看房？下午就能看房，合适的话等产能签合同。行，离末世还有1个月，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时间能省就省。房子敲定后，我背着包出了门。路上，我遇上了同系的韩林，我的死对头，一见到我就语气不善。程兰，又去陪酒啊？我说有些人怎么这么贱，为了挣钱都没脸没皮了，还是个大学生呢，真是给大学生丢脸。我听着他的冷嘲热讽，拳头都捏紧了几分。可转瞬，我又冷静下来，就要末世了，你爱骂就骂吧。我没理他，绕过他出了校门，留下韩林在后边不停的骂。买完东西后，我快速拉着东西回宿舍打包行李。打包完后，我给中介打了电话。哥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直接把房子租下来。好行，那你什么时候过来？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出发，半个小时后在小区门口见。好。大哥爽快应了就挂了电话。我想了想，提了辆车，拉着2个行李箱出了门。出宿舍楼的时候，在楼下见到了宿管阿姨。小兰又去进货啊？是啊，阿姨，东西卖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没课，我去进货。去吧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我跟宿管阿姨打了声招呼，拉着行李箱出了楼。幸好我之前进货都是用行李箱拉的，要不我拉着2个箱子在宿舍楼逛，阿姨非得检查不可。也亏了学校不管这些，我才能在宿舍卖东西。到了地方，我问清楚房子的位置，付了师傅双倍的价钱，让他帮忙把箱子送到了楼上。10几分钟后，中介大哥悠悠出了电梯，他看到门口的东西吓了一大跳。兄弟，你这是直接把东西搬过来了，这么急？是啊，大哥，我有急事着急搬，要不也不这么赶时间。行，那咱就动作快点，你先看房子，没问题，直接签合同。大哥开了门，我大致转了一遍，也没犹豫，直接敲定下来。大哥见我如此爽快，笑哈哈道：“哥们看着文文弱弱的，人倒是利索的很。那大哥我照顾你，房租给少上300，咱现在去签合同。”等签好合同，拿到钥匙，已经到了下午3点多了。我下午也没课，干脆把屋子里收拾了一遍。这屋子水电齐全，装修也是好的，床铺沙发等东西都有，算是拎包入住那种。我把屋里简单擦拭一遍，我粗略看了一下，因为是顶楼的缘故，33层的阳台装了钢网，阳台还有个蓄水池。我看了心里一喜，这水池好啊，到了末世可能会停水，有了这水池，我还能接点雨水用。等到把屋里都看了一遍，我把这堆零食堆到卧室，又在网上预约了安装门窗的师傅。为了防止丧尸撞破，我把全屋都升级了。师傅刚走，我赶紧给饮水点的老板打去电话，要了50桶的桶装水。接着我打车直接去了城中的大型仓储式超市，把要用的物品单子给了经理。小兄弟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做采购啊？是啊，我们经理让定的，公司周年庆。这样啊，那这公司还挺好，你要的东西现在都备全了，付款吧。好，你尽快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家里去。末世前27天，今天是周日，我没出门，简单吃过早饭后，我开始收拾昨天的东西，东西都摆好，家里已经恢复了原样。当晚我回了宿舍，8点准时开直播。我慢悠悠吃着东西，时不时回一下弹幕消息。这场直播销量不错，成交额有3万多。下播后，我把宿舍收拾干净，开始准备往行李箱装东西。就在这时，门响了，我开了门，是相邻宿舍的人，小念。好兄弟，我要买米线，快，给我来3盒，我看你直播可是馋死了。我闻言无奈笑笑，拿了3盒米线给他。后面又有人前来买东西，我干脆把行李箱收好，等卖完东西才关了门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又用行李箱搬了几次东西，宿舍的囤货变得少了起来。离末世还有半个月的时候，微博突然弹出消息：某某地某人疑似狂犬病发作，将自家狗咬了，被咬的狗脖子断了，当场死亡。被狗咬了要及时注射疫苗嘞，这人怕不是疯了？不断有人调侃，
我看得心头一紧，那人哪里是狂犬病发作，分明是感染了丧尸病毒。他咬狗的动作跟丧尸咬人的动作一模一样。原来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上一世流感病毒爆发，当所有人都在居家隔离时，老板却强行让全员到岗加班，结果流感病毒突变为丧尸病毒。我们所有人在通勤路上被丧尸啃食，死无全尸，老板却反锁豪宅躲过一劫，重活一次。我要马上囤货找避祸所。对了，我没钱囤货，那就刷到老板的银行卡吧。疫情警报！疫情警报！请市民立即居家隔离。当前流感病毒已出现人传人现象。听着街头广播车的循环警告，我摸着发烫的额头，确认这不是高热幻觉。我真的重生回了流感病毒爆发的第3天。这疯子明知有传染风险，还逼我们集体上班。原来早想好了靠豪宅躲过一劫。既然你要玩命，我就陪你玩把大的。前世这张藏着老板的黑金银行卡，却只能租住在老破小，干着最牛马的活。这一世，我要趁他还没有要回卡之前，将钱全部花光。记忆里这座城市很快就会因病毒突变，丧尸爆发，启动封城。但真正致命的是接踵而至的堰塞湖溃坝，混着尸毒的血色洪水会吞没整个平原。那么这座城市并不安全。首先我要考虑的就是去哪里。回想起我很多年前短暂住过的西北窑洞，那里人烟稀少，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迅速买了机票，飞回西北。当回到自己小时候待过的村子，我还是惊呆了。村子消失了，除了一些封住了洞口的窑洞能看出这是一个村子外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村委这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一个老人走了过来。小北，哎呀，都长这么大了。老村长，您还记得我？好久没回来了，没想到村子空了。我跟老村长扒开窑洞的大门，边收拾边聊了起来。从他口中，我得知老村长的儿子马小跳当了村书记，第2年就把村子租给了旅游公司开发，村民们全都搬进了旅游公司建设的楼盘里。不得不说，马小跳是有一手的，既让村民住上了楼房，也拉动了村子的营收。但因为运营成本过高，开发商破产了，窑洞景区就没有落地。我看了下我家这个窑洞，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要大很多。其实这个窑洞是隧道的一段，当时偏僻，没人愿意住这个，村里就只给了你。要是嫌小，你就继续自己挖一下。对了，这次回来待多久？先去我家住吧，你这里灰扑扑的，多少年没人住了。不用了，村长，我找好住的地方了，你快回家吧。对了，最近一定要多买点食物囤着，据说这次的流感病毒可不一般。咱这地儿，病毒还能扩散过来吗？既然村长不信，我也没再多劝。说实话，离开家乡这么久，对这里的人早已经没有感情。好在通过村长的话，我得知附近有一个快递中转站，开车过去的话，大概需要15分钟。我要准备囤积物资了，因为不知道老板多久会察觉我带着卡走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办理冻结，更不知道未来丧尸末日要多久来。我只能大概罗列了一下目前所需要的物资，然后疯狂下单。为了未来着想，我不仅买了一些速食预制菜和冰箱等各种工业设备，还买了一台大功率发电机。正当我囤货囤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老板王八皮的电话却打了过来。林北，你在哪？马上给我来公司。公司？老板，我们哪里还有公司啊？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我的卡和身份证你都拿好了，赶紧给我送过来，我有用。好的，老板。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，然后给王八皮的老婆发了一段老板在办公室和女秘书的视频。相信短时间内老板不会再骚扰我，我要多争取一点囤货的时间。第2天，我又找了建筑队，开始加固扩建改造窑洞。之后我打车去了马小跳家，我知道我在窑洞那里搞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一定会去查看的。要是他从中使绊子，耽误了时间，可就得不偿失。马小跳比我想象的要精干很多。听我说完我的改造计划，他皱着眉头不说话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难道马小跳知道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？什么意思？原先的开发商破产了，这片的空着也是我的心病。我早就想把那里发展成旅游景区了，可是手头上没有钱。我想动员大家凑钱开发，这样每位村民都是股东。你看你主动回来创业，我肯定支持，就是钱的事。我也是替老板办事，这样我晚上回去问一下老板，说服他出个几10万应该没问题。那可一定要尽快啊，咱们争取这个月就把事情推进起来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马小跳这么着急融资开发那片荒村，真的很古怪。第3天，订购朋友的500套生存包已经到货，堆放在窑洞里新挖出的500平的仓库里。建筑队老张头干完活后，有点不好意思拿500万。老板，您还需要些什么？尽管说，我免费给你搞到。现在物资和基本的硬性生活条件都已经比较齐全了，但是还缺了非常重要的东西——武器。这些如果能搞到的话，这500万1分钱不用退，我再给你加50万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到1晚上时间，老张头就把东西运了过来。除了一些常见的刀斧弓矛之外，那些热武器也被他搞来了，炸药，还有100 AK47、冲锋枪、机关枪。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他是怎么弄来的这些东西，给老张头转了50万。老板，我不要钱，求您救救我们全家。怎么了这是？求求你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就指望一个安全堡垒了。堡垒？你是说我这500平的仓库？你也看到了，
是当仓库用的，而且我这仓库你想看随便去看就行。孟先生，您就别装傻了，我知道您肯定早就预备好了要躲避这次丧尸末日。这几天也没觉得老张头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啊。啊，不对，要是我跟别人说我是重生回来的，别人更会把我当精神病吧？你是说丧尸病毒？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吗？从前几年就开始有了征兆，先是去年春天零星出现不明肺炎病例，后来病毒突然开始诡异变异，传染性指数级暴涨。上个月不是爆出那个国际生物实验室泄露事件吗？听说逃逸的毒株早就具备空气传播能力了。现在更可怕的是出现了超级变种，居然能将人变得神志不清，就像电影中的丧尸一样。我怀疑这根本不是自然产生的病毒，根本就是针对人类设计的基因武器。基因武器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？马小跳，上次我去他家给他修地下碉堡，意外听到的。丧尸爆发那天，我正在经营自己村口的生鲜超市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关闭超市的玻璃门，结果没想到电子门锁却突然失灵。您的生鲜超市已被星际救援协会收编，编号09462，请在末日保持正常营业，否则即刻抹杀。我瘫坐在收银台前，看着玻璃门外游荡的丧尸。你确定这是机遇，不是催命符？当然，林老板，您没发现丧尸只能在店门口3米外的距离晃荡吗？这是你们搞的鬼吗？您的生鲜超市外面已经套了一层初级防护罩，有效隔绝方圆3米内的丧尸。安全倒是安全，但货架上的蔬菜水果撑不过3天，也没办法补货。然而，系统直接在我眼前落下一道光幕，生鲜商品已建档完成，点击即可补货。我滑动着虚拟菜单，冰鲜、水产、果蔬、速食便当、乳品冷藏，或甚至比我小卖部的都要全。我随便下单试了一下，发现购买那一栏却是灰色的。系统哥，这库存锁着啊？因为您现在还没有卖出货物，没有收益，还有我的代号叫009。好的，009。剩下时间我就这么看着门口不停游荡的丧尸发呆。终于到了下午，才有个浑身血污的壮汉踹门进来，是村西头收保护费的张彪，手里还拎着半截钢管。给老子拿10箱矿泉水。现在限购2箱。少废话，再把冷鲜柜里的牛排全给老子装车。我只能将柜台里明面上摆着的水还有牛排全都拿了个袋子装起来。张彪粗鲁地抢过我手中的袋子，转身就要走，没有一点要付钱的意思。这时整个生鲜超市突然响起警报，商品价值310一阶丧尸金盒，请支付。而张彪根本没当回事，自顾自往前走，结果还没有走出店门，就被冷库突然释放出的寒气喷了一身，随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他这是咋了？您不用担心，这是针对零元购消费者的内部安保程序，建议把牛排放回零下18摄氏度冷柜。正好，化冻了就不新鲜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李大壮才醒了过来，他惊恐地看了我一眼，头也没回的就跑掉了，连地上的钢管都没顾得上捡。下午7点，系统通知我下班，我回到了3楼的住房，因为停水停电，房间黑漆漆的。今日营业额挂零，建议调整经营策略。末日里谁有闲钱买澳洲牛排？特别是村里人，家家户户都有腌菜地窖，在家窝个10天半个月都不成问题。提高营业额可以解锁超市内部自循环的电力程序和水利程序哦。明天就把冰鲜区改成平价菜摊。第二天，我在仓库找到末世前的促销立牌，望着门外丧尸，最后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昨天那个李大壮，最终用3箱矿泉水做酬劳，让他把末世每日鲜广告牌放到村外的宣传栏上。然而3天过去，店里依旧是一个顾客都没有。那个李大壮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请问这里是末日生鲜吗？对，美女，想要点什么食材？我想采购食材，需求量比较大。我看路边的宣传牌上说可以用丧尸金盒购买，你看这些够不够？他将帆布袋放上柜台，我掀开一看，好家伙，满满一袋子都是丧尸金盒。林老板大客户啊，你快让他办卡，这些金盒可以兑换成相应的积分，全部存进卡里。他需要什么，直接刷卡购买就好了。美女考虑办储值卡吗？储值卡有什么优惠？金盒可以兑换成积分，全部存进卡里，你想要什么刷卡就行了。行，帮我处理吧。怎么称呼你？柳如烟。我将背包里的金盒拿到柜台下面给系统扫描，金盒瞬间消失，一张面上显示柳如烟2427的半透明卡片出现在我手中。这是您的生鲜卡，背面数字是余额，请保管好。没想到他当场刷空余额，装满3辆购物车的有机蔬菜和顶级肉制品，系统直接奖励了我1个月的水电使用权。下班后看着久违的电视，我舒服地长叹一口气。次日清晨，村口王婶挎着菜篮过来。小北啊，婶子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要是有发电的方法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婶子，光是手电筒发出来的，电视用的7号电池，发电这么复杂的事情我干不了。呵，读过书的跟咱们村里的就是不一样。他转身要离开，冷库门突然喷出寒气，王婶踉跄倒地，兜里掉出袋偷拿的有机樱桃。哎，这真不怨我啊。第二天，王大婶的儿子王大柱带着一群人来店里闹事。我妈从你这回去就发烧说胡话，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不是你为啥笃定就是我害的？路上那么多丧尸，你是一眼都不看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仅开门还能搞到新鲜货，肯定是被我妈发现了你的秘密。兄弟们给我搬！他一声令下，那些人提着大包就开始疯狂搜刮商品。
系统，这怎么办？建议店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呢。当前安保系统仅支持基础防护。得嘞。我直接蹲在收银台下面的角落里，等他们推着满载的购物车走到门口时，冷库突然喷出液氮雾气，所有人冻得直打哆嗦，瘫倒在地。我爬出来，把他们购物车里的物资挨个捡回，顺便挨个踹上一脚。偷拿 A5 和牛，活该变冻肉，还得老子收拾。老板，欢迎光临末日生鲜。我看着门外的人，眼睛一亮，之前来过的大主顾柳如烟月今天又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身后还带了3个人，个个都背着沉甸甸的大包，里面铁定装满了金和没跑了。这是几个响铃元购的，放心都解决了。央姐，这不会是黑店吧？同志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是正经生意人，店里商品货真价实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。3人迟疑着打开保温箱，里面丧尸金盒堆成小山，比柳如烟上次的还夸张。他们打丧尸是不是跟打豆豆一样简单？方圆100里内的丧尸估计都被他们屠光了吧？给我们也办卡。核对好各自的名字和兑换的积分后，我将新生成的3张卡递给他们。今天货架被弄得有点乱，需要的食材可能在他们的购物车里找找。原来真没想过啊，刚才误会了，下次有麻烦可以找我。没事了，你们今天买了这么多，我给你们送点秘制海鲜。可谁知这一送不要紧，差点就给人小命送没了。如果让你穿越到丧尸末日中，从下方奖励中6选2，你会选择什么？1永生不灭，受伤会自愈；2爱你的极品梦与一生；3听话的黑丝超模；4核动力无线炮弹东风快递车；5杀丧尸爆卡系统，可通过击杀丧尸抽卡，能抽到万物；6随机觉醒一种天赋异能。真是服了，天天搞这种博眼球的内容，都烂大街了。这看似是一道选择题，其实就是一道智商筛选题。既然是丧尸末日世界，那首先就要排除2、3、4三个没用的选项。丧尸末日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了，东风快递车普通人也不会开，同样可以不考虑。其次，第6个选项也不靠谱，万一觉醒垃圾的天赋异能，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。所以我选1和5，这是目前最合适的搭配组合。有本事就把我送进丧尸末日里去吧。随后我一脸鄙视的点击了发送，然而刹那间，屏幕上出现一个选项。是否确定选择1和5？确定请输入3个狗头。我去，我爆米花鸡，你来真的呀？见状，我立马输入3个狗头，然后在一声惊呼之中，我整个人消失在了卧室里。等再次恢复视线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间办公室内。不是吧？我就刷个短视频，还真给我扔进丧尸末日了。我一脸无语的朝着周围打量了起来，办公室里还有另外4个人，2男2女。这特么是哪？绑架吗？想要多少钱直接说，老子家里有的是钱。不远处，一个身材魁梧、穿着黑西装的中年寸头男，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黄毛少年，还有一个身穿黑丝包臀裙的女人，正双手抱胸蹲在墙角，一张科技脸上挂满了惊恐之色。角落里还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短发学生妹，穿着一身 JK， 双手抱着一个黑色小书包。这4个人难道是跟自己一样看完短视频被传送过来的？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老子当时和美女打电动游戏呢，结果一激动就过来了。我就记得我好像是在仓库点货，然后看到了一对哑铃。话说到一半，中年男人直接愣住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特么是被货架上的快递箱砸死的。我记得我好像是被客户灌多了，然后一觉醒来就出现在这里了。随后，黄毛少年和中年男人一起看向了那个穿着 JK 的学生妹。你呢？也死了？短发学生妹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我是抑郁症，5年高考3年模拟，没做完抑郁跳楼了，然后就出现在这里了。看来大家都是死亡后穿越到这里来的。你呢？怎么不说话？看来只有我是看短视频传送过来的，也就是说只有我获得6选2的奖励，所以这件事一定要保密。我刷视频呢，结果用的杂牌机正充电呢，然后手机炸了。我们现在必须要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才行，还有我们为什么又复活了。先互相介绍一下吧，我叫吴杰超，42岁，是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。我叫庄必凡，19岁，我爸是富豪。我叫柳如烟，今年23岁，是酒吧服务员。我叫小柔，今年刚满18岁，是个高中生。我叫林北，18岁，休学中。这时，小柔突然伸手指了指窗外。哥哥姐姐们，我发现外面的天色好像不太对劲，你们最好过来看看。此话一出，另外4人直接就走向了窗边，隐约间可以看到地面之上到处是一些晃荡的身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他们4个人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世界是一个丧尸末日。谁知道咋回事呀？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这个世界看着就有问题，先活下去再说其他的吧。小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打了一个哆嗦。你们说那些东西不会是丧尸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要是真有丧尸，先拿你去喂他们。不要，我害怕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一旁的柳如烟同样给吓到了，抬手就抱住了吴杰超的胳膊。超哥，你可要保护人家。放心，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对了，我提议咱们5个人组成一个求生团队，我带领大家寻找庇护所和物资，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。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整1晚上，等天亮了再去找食物和水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走廊里就响起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，顿时5人心里都慌了起来。是人还是怪物？别废话，管他是人还是怪物，先找武器防身再说。吴杰超直接开始在办公室里寻找了起来。很快，他找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放着5、6根棒球棍。来，拿着，一人一个，不管来的是人是怪物，先干翻了再说。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5人扭头看去，发现一只丧尸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办公室。你真是一个乌鸦嘴！不要把我喂丧尸！小柔被吓得直接躲到了我的身后，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了我的胳膊。紧接着第2、第3只丧尸也跟着闯进了办公室之中。吴杰超怒吼一声，率先冲了出去，对着冲过来的丧尸脖子就是一个横扫。我来帮你！紧随其后的我怒吼着挥舞手中的棒球棍，狠狠捅进还未死透的丧尸脑袋中。下一秒，一张只有我能看见的卡牌从丧尸的身上飘了出来，眨眼间就飞进脑海中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1级绿色道具卡，待开启。看来6选2是真的。转眼间，吴杰超和我已经合力击杀了剩下的丧尸。任务完成后，他直接将办公室的房门反锁，随后一脸杀意地走向了与2个女人站在一起的庄碧凡。庄碧凡，要是下次再躲在女人后面，我就把你踢爆，让你当一个真正的女人。超哥，我这不是为了保护柳如烟和小柔吗？我保证下次一定上。超哥您消消气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吴杰超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然后一把拉住旁边的柳如烟，转身走向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柳如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跟着他走了进去。此时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又响了起来，3张卡牌未开启，是否开启？开启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1级绿色道具卡狗腿刀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D级蓝色技能卡寒冰剑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1级绿色物资卡一盒猪肉罐头。有了这3张卡牌，也算是有了一些保命的底牌。正当我打算继续在系统中寻找这个世界的信息时，一旁的小柔站起身走了过来。林北哥哥，你以后能不能保护我？说完，他又红着脸补充了一句：我可以当你女朋友。末日降临，我和女朋友走散了，并且成了一只小丧尸。在见面时，他成了大佬，而我灰头土脸，正跟着我丧尸大哥在丧尸堆里捡吃的。我觉得没脸，连忙躲了起来。闭嘴！柳如烟冷冷地扫了几人一眼，她最厌恶的就是别人指挥她做事，还想动她老公。几人也反应了过来，惊得脑门一头汗。知道了。柳如烟是基地2级军官，杀伐果断，冷酷至极。旁边一个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女人拿了一块湿帕子准备给我擦脸，可她手里的帕子才伸过来，就被柳如烟拿了过去。她亲自给我擦脸，擦完脸，脸上的血污和灰尘被擦掉，露出了我白皙的脸蛋。柳如烟轻轻捏住我的脸颊，突然拖着声音啊了一声，示意我张嘴。我多聪明啊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张开嘴巴。嘿，还挺乖。柳如烟把手指擦干净，给我检查牙齿。我有上下4瓣牙比较尖，像电影里的吸血鬼，不过不那么明显，所以没有让我像个地包天，反而尖尖的，一张嘴还怪可爱的。他盯着我的牙看了会儿，在心腹紧张的神色下，将手指在我牙齿上磨过。消形，老大消形。而我喉结滚动好几次，有对新鲜血肉的渴望，也有努力克制的让自己不能咬人的执着。最后忍不住的我一下闭上了嘴。呆了，住嘴，天，放嘴，天，张嘴。我无辜的眨了眨眼，整个车厢的人都麻了。老大出事，他们面临的可就是一个死字啊！完了个天嘞，老大被咬了。我缩了缩嘴里的手指，像吃棒棒糖一样。太好吃了吧！是人肉的味道，哎，缩到就是赚到，耶！手指一紧，被湿软的包裹住。柳如烟身体一僵，随即身上像窜了火似的涌入小腹。她抬起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声音虽然还很沉冷，却一字一顿地道：不可以咬破，只可以舔。他在笑，眼睛弯了。他指的就是我背。这下所有人都把目光落到我的眼睛上。众所周知，丧尸是没有情绪的，更是面瘫，而我竟然能弯眉。哈哈哈，我们抓对人了，这小子很有研究价值。可这次车内没有一个人附和他的，因为都看出来老大对这小丧尸有点不同。他尴尬地抓了抓脑袋，怎么气氛一下变得奇奇怪怪的咧？众人不再理睬他，将我带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。女朋友帮我洗了澡，换了衣服。晚上她抱着我红着眼，说了很多话。老公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？我找你找了很久很久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娘都要发疯了。没关系，就算是丧尸，我也爱你。叽叽呱呱啥呢？听不懂。睡觉？谁让我是不完全丧尸呢？第二天起床，柳如烟给我打开一罐放在我的面前，我低头闻了闻，真好，是纯正的猪肉、鸡肉和淀粉等添加剂混合制品，能吃。老大，你干嘛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？去外面找点碎肉给他吃好了。滚出去！黄毛被难忘也一凶，彻底不敢巴巴了。谁曾想，正是柳如烟对我的这份偏爱，竟差点给我俩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丧尸末世，重生归来的我，疯狂囤了100箱腥臭无比的五花肉，同时我还拆掉了别墅里的防御设施，取下了围墙上铁丝网，肛门换成了普通木门。做这一切，不是我脑子秀逗了，而是上辈子将我赶出别墅，导致我被丧尸撕碎的大伯一家也重生了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偷偷囤物资，这次我要看着这帮白眼狼重蹈我上辈子的覆辙。饮用水、太阳能板、发电机、各种防御武器，外加上足够吃2年的食物，这下应该不缺什么了吧？
买完东西，我便回了刚买的别墅。正打算掏出钥匙时，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异响，本以为是贼，刚想报警，但里面的声音却异常熟悉。这声音就算我化成灰我也认识，正是上辈子害死我的大伯一家。我无父无母，上辈子我好心让大伯一家来我的别墅里避难，可这场丧尸爆发来得太过突然，别墅里食物紧缺，他们为了抢夺更多的食物，竟将我养了7年的猫给砍了吃肉，还把我赶出了我花钱购买的别墅，让我在丧尸群中被活活撕碎。他们现在有我家的钥匙，总是3番2次来借住，比自己家还熟悉。正当我想打开门把他们赶出去，却听到令我久久不能平复的对话。超市那个王老板告诉我，林北那个死小子足足订了200箱方便面，还听说他联系了装修公司，订购了一堆防御材料，他一定也重生了。这是大伯母，没想到他们也重生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这辈子他一定是想自己一个人躲起来，看着我们被丧尸咬死，真是个畜生，别养他这么大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将计就计，他肯定会囤不少物资，他的大别墅也会装修加固，等他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就和上辈子那样把他赶出去。上辈子害死我一次，这辈子居然还想再来一次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打开了房门，大伯一家瞬间噤了声，但对于自己贸然打扰完全没有任何歉意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们都饿了。等会儿带你们出去吃饭。对了，大伯，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借我50万？你这个死小子，你都有钱买大别墅了，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管我们借钱？哎呀，我是全款买下这个别墅的，现在已经没钱了，我想给这个别墅好好装修一下，加固一下防御。我说的含糊其辞，更加让大伯一家认定了我重生的事实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们可没1分钱。行吧，既然你们没钱，那我就先暂时不装了，等明年我有闲钱了再说吧。一听我不装了，大伯一家反倒是急了。毕竟我这别墅虽然气派，但是我买来壁咚的，在防御丧尸方面比较一般。上辈子哪怕装了些简单的防御，丧尸还是能轻易突破。哎，别不抓，大伯支持你，这钱给你转过去了。支付宝到账50万。嘿嘿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又可以再多备一些物资了。谢谢大伯，我最近也想通了。堂哥不是一直想要我那套别墅吗？等过些日子，我把别墅送给堂哥当婚房。反正我不打算结婚，留着也没用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没浪费我们养你这么多年。戴伯母这才喜笑颜开，似乎已经在畅想之后的美好生活。我陪着笑，转头就找了拉货，将我打算送到别墅里的物资全部拉走，送走了大伯一家。我斥巨资租下了市里最高档的小区高层的2户，请来施工队加固了几层厚厚的防撞材料，并安装了牢固的钢铁大门，以防丧尸突破。同时，各类食品、饮用水、猫粮、防御武器当然都得备足。为了应对各种设备被损坏的情况，我还购置了一些太阳能板。为了不引人耳目，我分了好几批自己搬上去。随后我请来施工队，要求用最短的时间把别墅外墙重新装修，要那种一碰就碎的效果。装修师傅以为我脑子秀，但看在我出3倍工钱的情况下，他们也不多过问了。同时，我把别墅里的不锈钢门全部换成普通木门，围墙的铁丝网全部取下，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丧尸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上街觅食，突然就接到了大伯母的电话。林北呀，不是说要把房子过户给你哥吗？赶紧吧，你哥想趁这几天和你未来嫂子办婚戒了。就急到了这种程度吗？真是坏透了的一家人，不仅谋我的财，还要害我的命。伯母，我这几天忙着装修，过段时间吧。你放心，这房子我肯定会过给堂哥的，毕竟你们养大我也不容易。你知道就好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就是抢了你哥的机遇，不然你现在的名牌大学，还有你这份高薪工作，都是你哥的，你也应该还还这笔债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多给别墅里买点吃的，省得你哥嫂以后麻烦。我白眼都翻到了天上去，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。这时，我突然看到一旁水族馆的腥臭五花肉饲料，这玩意不仅物美价廉，还能引来丧尸的注意，这不得囤个100箱给大伯一家尝尝滋味。跟老板订好货，准备回别墅里查漏补缺，却发现一个陌生女人正在里面踹我的小花生。哪来的臭猫，真烦人！你干什么？我走上去推了他一把，他一屁股倒在地上，下一秒一记巴掌就狠狠扇在我的脸上。贱人，你敢推我老婆？我被打得晕乎乎的，但已经认出了打我的人的声音，正是我那堂哥。他踢我的猫，我为什么不能推他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这可是私闯民宅。你家真是笑话，这是我家，我带我老婆来看看有什么问题。你有没有搞错？这可是我买的房子。你买的就是你的了，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？你一个有妈生没妈养的玩意儿，我爸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赚的钱就该上供给老子，买的房子自然也是。我懒得和他们计较，正想把他们赶出去，谁知此时那女生突然疑惑地喊道：林北，是你吗？这不是初中霸凌我的那个女混混杨诗诗吗？亲爱的，没想到这个废物就是你弟弟啊，真不爽。宝贝，不跟这个废物计较，就是这畜生吓到了你，对不对？老公把他宰了，回头给你补身子。说完，堂哥就一脚踹上了花生的脑袋，上辈子花生的惨状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花生挠他们。花生是一只狸花猫，上辈子他因饥饿而虚弱，这辈子却吃得饱饱的，战斗力爆表，对着那对狗男女的腿一顿乱挠，两人最后像丧家之犬一样仓皇逃窜。
没一会儿就逃离了别墅。晚上吃过饭正打算休息时，我突然听到一声嘶吼。坏了，丧尸末日怎么提前了？